重焕新生的铁血之狼，高达巴巴托斯天狼座设定解析：沉眠300年之久的高达之魂觉醒，机动战士高达，铁血的奥尔芬斯设定解说。机体型号 SWG-08， 高达巴巴托斯天狼座是铁华团与加拉尔霍恩在埃德蒙顿激战之后送往迪瓦兹总部碎星进行修复后的形态。由于上一场战斗面对的格雷兹艾因过于强大，致使高达巴巴托斯受损严重，需要展开大修，所以迪瓦兹的首席机械师便利用了这一次大修机会，对高达巴巴托斯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性能改进。跟上一次修复成第4形态的高达巴巴托斯相比，新改修后的形态在外形上从上到下都有发生变化。虽然从整体上看，两个形态的造型差别并不是很大，但是改修后的新形态在使用迪瓦兹技术深度改进后，各方面的性能表现都较之前的形态提升了不少。而这一点就体现在了机体各个部件的外形都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因此，这一次改修后的高达巴巴托斯就是一个不同以往的全新改进机型。为此，负责改修的迪瓦兹碎星首席机械师将其命名为高达巴巴托斯天狼座，而这其中改变最大的地方，便是将驾驶舱进行了全面的优化，使得阿赖耶识系统在性能得到提升的同时，也减少了劣质部件对驾驶员带来的伤害，包括连接阿赖耶识系统的缆线进行了延长，以便驾驶员与阿赖耶识系统在不断开连接的情况下，就能在驾驶舱外部进行相关作业。而配套的操作系统则换成了迪瓦兹的操作系统，该操作系统在性能表现上不但比高达巴巴托斯原有的操作系统要强，而且还能按照驾驶员的操作习惯进行个性化设置，以此来让机体在战斗中的反应速度变得更加敏捷。尽管在操作上比之前的要复杂一些，但操纵方式仍跟之前相同，没有做出大的改变。驾驶员一接触后，很快就适应，达到熟练操作的水平。除此之外，在驾驶舱上还增加了紧急逃生系统，可在机体遭遇到险情时迅速将驾驶员弹射出去，从而进一步提升驾驶员的生存几率。接着头部也跟原来相比也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脸颊部分和额头上的角状天线都有所差别。同时，为了更好的保护脖子这个部分，在这个位置新增了类似护颈的部件，以防在战斗中被对方斩掉头部。还有就是肩膀这个部分，在之前多场战斗中容易被击中受损，所以此次改修就针对肩甲进行了防护加强。可以看到，在改进之后，红色部分的肩甲比之前增大了一些。这部分加强之后，不但有效降低了被击中受损的程度，也让自身的辨识程度得到了很明显的提升。接着第3个改变比较大的地方是，后背更换了全新的推进器组件。除了本身提供的动力依旧十分强劲之外，左右2个模块还内置了机械臂。这个机械臂看上去只是普通的辅助工具，但实际上也是能在战斗中使用的攻击手段。在展开了以后，就能去攻击后方位置的敌人，直接抓爆驾驶舱，给予对方致命一击。并且这机械臂还带有飞燕钩爪功能，在加装钩爪部件后，就能以发射的方式去覆盖较远距离之上的目标，从而发挥出攻击和捕获等多种战术作用。另外，在腰部这个位置也追加了推进器组件，之前在高达巴巴托斯第5和第6形态就有装备使用，其在追加之后对机动性能的提升效果非常明显，因而在高达巴巴托斯天狼座上就变成了固定装备，由此来让改修后的机动性能始终处于高水平状态。然后是机体内部的高达骨架也进行了调整，同样也是整体上没有进行大改，只对部分结构进行针对性的改动，而改动的地方是在脚部和手臂这个2个部分。为了更好的适应在地面作战，将从脚尖伸出的部分延长，并对前脚掌和脚踝部分进行了加高，这就使得改修后的脚部结构跟格雷兹趋近，整体看过去机体就像是穿了高跟鞋一般。而在手臂上的改动则是新增了骨架部件，使得高达巴巴托斯天狼座的手臂比原来的要长，这样在近战当中更好的使用尖锐的指尖合成利爪后去攻击对方。虽然看上去不像挥起大剑那样威武，但很容易抓住间隙贯穿对方的驾驶舱，直接给予对方致命一击，从而快速了结对方，宛如猛虎掏心一般，十分的犀利。然后所配备的武器多种多样，武器种类跟之前一样，都包含了刀剑和枪械等类型武器。其中近战武器配备了一把剑形锤矛，该武器是迪瓦兹首席机械师全新打造而成，其体积大小跟之前使用的矛锤接近，也是使用双手持有对敌进行攻击，所产生的破坏力对机动战士造成的伤害极大。而除了这把大型矛锤武器之外，近战装备还配备了2把可单手持用的小型矛锤。尽管看上去威力比不上体积更大的剑形矛锤，但对敌打击的攻击频率要更高，
而且有利于快速更换其他武器，应对不同战况，所以比较适合在面对多个敌人的战斗中使用。而另一款近战武器太刀也进行了更换，该武器也是由迪瓦兹首席机械师全新打造而成，其材料采用了跟高达骨架一样的稀有合金，因此具备将机动战士直接斩断的能力，但需要驾驶员具备非常高的驾驶水平，这才有可能在战斗中将机动战士直接劈开。而这一幕就出现在了高达巴巴托斯与格雷兹艾因的战斗中，因此可以说，在光束武器被彻底压制的灾后世纪里，能见到机动战士被削铁如泥的场面是相当的难得。而枪械类型的武器则配备有2门200毫米口径枪炮，该武器不像其他枪械武器那样通过手持使用，而是像袖剑那样悬挂在机体的手臂上，其特点是射速快且攻击范围广，使用时将炮口调转朝前，接着只要扣动扳机就能立即开火攻击。2门枪炮一起射击所输出的火力极其强大，在对敌火力压制方面具有极佳的效果，而且还能跟手上的武器相互交替使用，基本上只要数个回合就能将敌方机动战士击破，非常适合在高速机动状态下用于对敌发起突袭攻击来冲破敌方防线。当然，枪炮无需朝前也能直接射击，只要达到熟练使用的状态，在战斗中无论机体处于什么姿态，都能抓住机会给予目标精准射击。而除了这2门200毫米口径枪炮之外，高达巴巴托斯天狼座还备有2款选用武器，这2件选用武器分别是电磁炮和火箭筒，这其中的火箭筒所输出的威力要更大，在战斗中为友军提供火力支援方面具有重大作用，而电磁炮则在射程方面要更有优势，作用跟加拉尔霍恩装备的远距离步枪一样，可对中远距离范围的目标进行精确射击。至此，从以上武器装备配置可以看出，高达巴巴托斯天狼座由里到外确实完成了蜕变，跟之前高达巴巴托斯各种拼凑使用缴获的武器，两者相比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所以在铁华团被海盗破晓地平线袭击的战斗中，驾驶员3日月奥古斯一接手，就让高达巴巴托斯天狼座发挥出了强大的战斗力。他在完成火星的降落后，就连续摧毁了数架破晓地平线的机动战士，整个战斗场面看起来令人感觉十分的震撼。破晓地平线机动战士的驾驶员几乎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被3日月驾驶的高达巴巴托斯天狼座击破，从而扭转了铁华团与破晓地平线的战场形势，迫使破晓地平线放弃战斗，选择了撤退。之后的战斗，铁华团再接再厉，跟石洞卡密切率领的加拉尔霍恩部队一起，跟破晓地平线在宇宙中进行了一场大决战。尽管铁华团在战前误判了破晓地平线参战的兵力，导致自身以较少的力量去对抗对方的全部力量，不过在3日月驾驶高达巴巴托斯天狼座的积极表现下，让铁华团和加拉尔霍恩部队逐渐占据了战场的主动权。而随着破晓地平线作战出击的机动战士即将消耗殆尽，迫使破晓地平线的首领赞多巴鲁路塔不得不亲自驾驶机动战士出击作战。然而这并不能扭转破晓地平线的战场形势。与此同时，加拉尔霍恩阿瑞安赫德舰队也加入到了战斗，让破晓地平线陷入到了难以复加的境地。最终3日月在与赞多巴鲁路塔多次交手之后，成功击败赞多巴鲁路塔驾驶的机动战士。在对其连续打击使其失去战斗力之后，赞多巴鲁路塔便就此选择投降，结束了这场战斗。他这支威震一方的大海盗组织就这样被彻底消灭，而俘获他的3日月便由此名声大振。所带来的胜利也让铁华团得到了迪瓦兹的重赏，也就是从迪瓦兹那获得了火星上半金属矿场的经营权。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战斗还不是3日月的巅峰，直到火星半金属矿场发掘出了恶季战17的 MA， 这才让3日月遭遇到了完全不同以往的强大对手，连同高达巴巴托斯沉寂了300年之久的灵魂，在遭遇到了恶季战17的 MA 之后觉醒，一时间两眼就释放出了血色的光芒，在扑向 MA 时就像是凶猛的狼王捕获猎物一般，丝毫不畏惧这个曾经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 MA， 甚至在面对拥有压倒性力量的 MA 时越战越勇。整场战斗的激烈程度令在场的所有人震撼不已，虽然这给驾驶员3日月的身体带来了巨大负担，但他依然拼尽全力继续保持高水准战斗的发挥。结果在与恶季战17的 MA 大战了无数个回合之后，高达巴巴托斯使用女神破坏剑给予了对方最后一击，一瞬间 MA 的头部在被击穿了以后就应声倒地，成功以一击之力毁灭掉了强大的 MA， 让这场历经300年之后的恶季战再演得以结束，也由此让火星居民避免了被 MA屠戮所带来的巨大灾难。